大家好，我是龚明敏，又见面了。上一期我们讲了一些航空引擎的综述，本期将讲解关于飞机活塞引擎的知识。活塞引擎就是汽车上用的那种，通过活塞在气缸内的往复运动，把压力转成旋转的动能。最常见的活塞引擎就是利用汽油或柴油的燃烧产生压力，把雾化的燃料和空气混合之后注入气缸，然后用火花塞点燃混合物。热气膨胀推动活塞向后运动，活塞的这种直线运动通过连杆和曲轴转成圆周运动。早期的飞机用的就是和汽车一样的活塞引擎，因为当时没别的选择。这些是我在飞行博物馆拍的照片，最早的时候有用过四缸直列、水平对置 V12 这样的活塞引擎，和汽车上的引擎没有区别。后来基本都过渡到新型引擎。新型结构在大功率的情况下有更好的散热能力，这些都是用活塞引擎让螺旋桨转动产生动力推进飞机。由于转速较慢，飞行速度也比较慢，绝大部分在 0.6 马赫以下。在1920、30年代，飞机要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快，活塞引擎已经成了瓶颈。这时候，英国和德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分别独立地发明了涡轮引擎。之后，活塞引擎就被大量的取代。现在也就少数需要低空低速的小型飞机还在用活塞引擎。当然，涡轮引擎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在涡轮引擎出现之前，人类还走过一段弯路。在二战之前，人们已经知道压缩空气在燃烧喷出可以比活塞引擎飞机飞得更高更快。同样，因为当时只有活塞引擎这么一个选项，最直接的想法就是用活塞引擎带动一个压缩机，把空气吸入之后压缩，再和燃料混合燃烧，产生的高温气体从后方喷出作为推力。这个设计被称为 motor jet 热喷气引擎。在这样的设计里，活塞发动机并不产生推力，只是用来带动压缩机。这部分是死重，因此效率极低，实用性也极低。在二战后期涡轮引擎出现后，航空业就没有人在研究这个了。但因为结构简单，材料也容易获得，目前仍有个别爱好者用汽车引擎来自制热喷气引擎。除此之外，另一个在涡轮引擎出现之前提高活塞引擎推力的尝试，却是通过冷却系统。在活塞引擎的液冷系统里，引擎产生的热量会被冷却液带走，经过散热片散发到大气中。1936年的时候，英国皇家航空研究院的工程师 F.W. Meredith 发现，这个热量并不需要完全被浪费掉，可以把散热片放在一条风道当中，飞行过程中空气自然会流进去，经过散热片加热膨胀，以更高的速度从后方喷出，这样既能散热又能提供推力。这个效应后来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为 Meredith Effect。在二战时候，美国的 P-51野马战斗机用了这样的冷却系统后，能增加1556牛的推力。看到没？这是一个能提供推力的冷却系统。在二战期间，还出现过一种喷气引擎，叫做脉冲喷气引擎。它通过间断的燃料和空气物爆炸产生推力。第一步，空气被吸入引擎的混合室，和雾化后的燃料混合。第二步，单向阀门打开，混合气体进入燃烧室，由火花塞点燃，产生爆炸。爆炸的气流关闭单向阀门，只能通过后面的排气管喷出，产生推力。第三步，燃烧室产生负压，单向阀门因此打开，空气又被吸入，重复这个循环。这样的引擎结构简单，重量轻，适合于航模、巡航导弹之类的超小型飞行器的场合。德国的 V1 飞行炸弹用的就是脉冲喷气引擎，但这样的引擎因为没有压缩阶段，吸入的气体直接参与燃烧爆炸，空气的流量较低，效率低，推力很小。飞行器的速度大部分在 0.3 马赫以下。在工作的过程中，这样的脉冲还会发出一种很有特点的嗡嗡声，因此 V1 的魂名叫嗡嗡炸弹。后来又发展出了不带阀门的脉冲喷气引擎，变成完全没有机械运动部件，更加简单。近期还用特斯拉阀门作为单向阀的版本，仍然没有机械运动部件。脉冲喷气引擎的最新发展
是脉冲震爆引擎，它利用一次爆炸产生的震波压缩下一次燃料和空气的混合物，以达到更高的效率。这样的引擎理论上可以工作在静止状态一直到5马赫的极超音速，目前仍在实验阶段。如果引擎用震爆而不用燃烧的话，性能可以提高 20%。这个原理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在后面有一期会专门讲这个。至此，我们已经把早期的几种结构都过了一遍，下期就会是关于涡轮引擎的基本原理和几种配置。欢迎继续收看，下期见。